煮鸡蛋时，最忌冷水直接下锅煮。教您正确做法：鸡蛋鲜嫩营养 ，QQ 弹弹的，剥壳轻松，一碰壳就掉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鸡蛋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材，营养价值极高，尤其是其中所含的蛋白质非常的丰富。每天一颗鸡蛋基本上能补充人体对营养的所需。鸡蛋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水煮鸡蛋，但是很多朋友在做水煮鸡蛋的时候，都不知道是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，或者是直接放到锅里面煮，所以煮出来的鸡蛋要么是散花，要么是破壳，最终不仅口感不好，而且营养也没有了。为什么冷水下锅煮不好？许多朋友煮鸡蛋时都是直接把鸡蛋放进冷水中，开大火煮。其实这种方法虽然常见，但存在不少问题。我们冷水下锅煮鸡蛋，容易导致煮出来的鸡蛋变老，口感干燥，蛋壳难以剥离。因为冷水升温慢，鸡蛋在水中长时间的加热，让蛋白质逐渐收缩，失去原本的鲜嫩度。煮出来的蛋黄也会变得过于干硬，难吃的，吃起来不滑润。很多人觉得直接用开水煮鸡蛋会好一点，但这样煮也有风险。因为开水下锅，鸡蛋会因为水快速翻滚而磕破蛋壳，蛋白全部流出来，会导致煮出来的鸡蛋不仅外观不好，内部也影响了口感。鸡蛋在煮之前需要先清洗一下，水中放入一些小苏打，来上食用盐，这样可以将鸡蛋壳表面的脏东西、鸡粪等等清洗得干干净净，否则鸡蛋做出来总会有种怪怪的味道。清洗的时候用手仔细搓洗一下，上面有脏东西，也可以找一个一次性的抹布，把它搓洗干净，洗净之后再用清水将其漂洗一下。很多朋友都跟我私信说过，这鸡蛋分为很多种，但是价钱也都不一样，便宜的5块钱一斤，贵的20块钱一斤，鸡蛋价格相差这么大，它里面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也千差万别呢？其实不管是土鸡蛋、柴鸡蛋还是笨鸡蛋，也不管它是5块钱一斤还是20块钱一斤，它里面的营养价值都是差不多的。有的鸡蛋吃起来味道比较香，蛋黄的颜色比较深，这种鸡蛋普遍胆固醇含量偏高，胆固醇偏高的鸡蛋反而不适合中老年朋友。接着起锅，加入足够量的清水，水量需要没过鸡蛋，加入食盐和白醋各1匙，盖好锅盖，煮大火加热，煮至锅底开始冒密集的小水泡时，把泡好的鸡蛋沿着锅边轻轻放入，接着盖好锅盖后继续煮。鸡蛋不是冷水的时候下锅，也不是在水沸腾的时候下锅，要在水似开非开的状态时下锅，这时的水温大约在60度左右，鸡蛋的凝固温度在60至70度之间，这时放入鸡蛋，鸡蛋就会开始慢慢凝固。煮鸡蛋时不要清水煮，清水煮鸡蛋虽然可以把鸡蛋煮熟，但是想要鸡蛋口感更好，而且还好剥壳，需要在煮的时候加入一点白醋和食盐。盐可以中和鸡蛋中含有谷氨酸结合形成氨酸钠，使鸡蛋吃起来特别鲜嫩。醋可以软化蛋壳，可以防止鸡蛋在煮的过程中破壳，还可以在剥壳的时候保证蛋壳的完整，从而更容易剥壳，不会让蛋壳碎成一点一点的粘在蛋壳上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觉得鸡蛋煮的时间越久越好，经常是煮10分钟甚至15分钟。水煮蛋是不需要煮这么久的，因为时间久了，鸡蛋确实能煮熟，但是往往会煮得很老，吃着噎得慌。煮鸡蛋的时间也是个学问。一般来说，水开后煮7至8分钟就可以了。如果喜欢吃溏心蛋，
可以少煮一会儿，如果你喜欢吃全熟的，那就多煮一会儿。但千万别煮得太久，否则鸡蛋会变得很老很硬，口感就不好了。煮好的鸡蛋捞出来后，咱们还可以利用余温继续焖一会儿，这样可以让鸡蛋更加入味，口感也更加鲜嫩。除了基本的煮鸡蛋技巧外，还有小妙招可以让你的鸡蛋更加美味营养。比如，在煮鸡蛋的时候，可以加点茶叶或者香料，这样煮出来的鸡蛋会有一种特殊的香味，让人食欲大增。另外，煮好的鸡蛋还可以用来制作各种美食，比如茶叶蛋、卤蛋等等，既美味又营养。煮好的鸡蛋需要处理同样关键。很多人习惯直接将鸡蛋捞出，放到桌面上自然冷却，但这样做会让蛋壳与蛋白之间的粘连更加牢固，剥壳时依然费劲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将煮好的鸡蛋立刻放入冷水中，浸泡3分钟左右。冷水浸泡的作用在于迅速降低鸡蛋温度，热胀冷缩原理，使蛋壳与蛋白之间形成微小的空隙，从而大大减少了剥壳时的阻力。冷水还起到了润滑剂作用，有效防止蛋白在剥壳过程中粘连在蛋壳上，剥壳之旅变得轻松愉快。经过这一系列操作，剥蛋壳简直是小菜一碟，蛋壳外滑里嫩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简单？可不要小瞧鸡蛋，它营养丰富，小小的鸡蛋看似普通寻常，营养的丰富程度超出大家的想象。鸡蛋中的优质蛋白对于人体的生长发育、组织修复和免疫功能维持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鸡蛋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，如维生素 A、维生素 B 族以及铁、硒等。维生素 A 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视力，维生素 D 能促进钙的吸收，强化骨骼。铁元素对于预防贫血不可或缺，而锌则在免疫调节和智力、发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从能量供给的角度来看，鸡蛋能够为人体提供持久而稳定的能量。当早晨享用一颗鸡蛋时，它所带来的饱腹感，能让我们在上午的工作和学习中保持精力充沛。鸡蛋在烹饪过程中也是非常随性的，可以被煎、煮、蒸，还可以作为原料制作成各种美味的糕点和甜品。无论是简单的水煮蛋，还是精致的蛋糕，鸡蛋都能凭借其独特的特性，为食物增添丰富的口感和营养价值。水煮蛋看起来制作起来比较简单，但是想要煮出美味的水煮蛋，有一定的技巧的。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，大家都能掌握煮水煮蛋的技巧，每次煮出来的水煮蛋都能口感鲜嫩，蛋黄饱满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美好的味蕾体验。好了，朋友家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